到这天，母亲给威尔打来了电话。爱德华的癌症像一块突然投进平静湖面的巨石，打破了所有刻意维持的距离。You need to go. Probably tonight. 就这样，威尔带着怀胎7月的妻子踏上了回家的路。飞机穿过云层时，邻座男孩比划马嘴的手势，忽然撞开记忆的闸门。威尔想起父亲说过，他从小生活在宁静的爱许镇，这里的生活简单而平淡，但父亲的内心却充满了对外面世界的渴望。他的灵魂仿佛被一种无形的力量牵引着，一心想要离开这个小村庄，去体验大城市的繁华与精彩。他和小伙伴们听闻镇外的沼泽里住着一个老巫女，透过她那只玻璃眼睛，可以看到自己死亡的方式。这个神秘的传说激发了爱德华强烈的好奇心，他不顾小伙伴们的劝阻，独自一人勇敢地朝着沼泽深处走去。当这天，一个巨人闯入了爱许镇，巨人身材高大，犹如一座移动的小山。他的出现让小镇居民惊恐万分，大家纷纷紧闭门窗，躲在家里不敢外出。可爱德华没有退缩，他心里清楚，逃避不过是把问题藏进阴影里，该来的始终会来。于是他一步步走到巨人面前，仰望着那如山峦般的身影。他的心跳像只乱撞的小鹿，脸上却努力奔着平静。他记得巫女眼中的画面，那清晰不过是裹着蜜糖的囚笼，装不下灵魂对远方的渴望。于是他与巨人暂作别离，独自踏入了那条布满未知的征途。在这条路上，爱德华遭遇了许多困难。一开始，他的帽子就被一群调皮的乌鸦叼走，他试图用木棍夺回帽子，结果竟弄巧成拙，打中马蜂窝。逃跑时，他的脸庞被一群愤怒的马蜂蛰得红肿，他疼得龇牙咧嘴。这的一切都像浸在蜜糖里，让爱德华的每根神经都舒展着惬意。姑娘们的笑靥比春日繁花更甚，食物的香气能勾着魂魄打转，就连风都带着恰好的温度，不燥不凉，不湿不寒。就在这时，一个小女孩摘走了她的鞋子，可爱德华却一脸淡定。真正的巨人登场，马戏团团长都看呆了眼。也就在这时，爱德华遇见他此生的挚爱。人们说，当遇到真爱的时候，时间就会静止。女孩穿着一条蓝色的裙子，金色的头发如瀑布般垂落在肩膀上，她的笑容如同阳光般灿烂，瞬间击中了爱德华的心。可等他屏住呼吸走近，那抹蓝却像雾一样散了，连衣角都没留下一片。最终，巨人在马戏团寻到了安稳的归宿，爱德华的心却像被掏走了一块。空落落的风直往里灌，只因方才那抹惊红的身影如晨雾般消散无踪。此后的3年里，爱德华努力工作，无论是打扫场地、照顾动物，还是搬运道具，他都毫无怨言。最终，他如愿从团长那里得知了女孩的3个信息：他喜欢听音乐，喜欢黄水仙，马上要念大学。随着对女孩的了解越来越多，爱德华对她的爱意也愈发浓烈。他实在是等不了了。于是这晚，他敲响了团长的房门，只是没想到突然冲出一匹凶狠的野狼，原来团长是狼人。爱德华很快就被扑倒在地。危急时刻，他拿起一旁的树枝防身。不料团长很喜欢捡树枝的游戏，最终爱德华用尽全身力气将树枝丢到了树林。隔天一早，团长终于叼着树枝出现。团长终于被爱德华的诚意所打动，告诉了他女孩名叫桑德拉以及她的住址。爱德华得知消息后，立刻捧着一大束黄水仙去找桑德拉。未婚夫还是曾经不如他的同乡人汤恩。然而就在爱德华和桑德拉沉浸在爱情的甜蜜中时，战争爆发。爱德华被美国政府征召入伍，在部队的3年里，他时刻思念着桑德拉。为了能早日回到爱人身边，他主动申请执行各种危险任务，像深入敌方阵地侦察，在枪林弹雨中传递重要情报等，好几次都差点丢了性命，仿佛时间都为他们停止。此后，爱德华和桑德拉相伴一生，不离不弃。婚后，家庭拼命挣钱，只为给桑德拉一个安稳的生活，实现拥有一个带白色篱笆房子的梦想。与此同时，威尔也在父亲的工作室里发现了一堆房契，这些房契已经有些陈旧，纸张微微泛黄。他仔细研究这些房契，通过上面的信息，他来到父亲口中的丰都镇，不料这里竟然真实存在。这一发现让威尔感到十分震惊，他被称作荒诞的瞬间，原是生命最诚实的模样。